近日，美媒发表一篇文章，讨论北约一旦在黑海和俄罗斯开战，是否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文章援引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在电视节目中所说的话：“即使我们击沉英国军舰，世界也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战争，因为那些人明白，他们不会是这场战争的赢家。”据作者称，克里姆林宫对来自基辅和北约在黑海的挑衅行为的反应越来越严厉。作者强调，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并没有放松对黑海舰队的建设，配备了一系列先进武器。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除了有3艘升级的上将级现代化导弹护卫舰，还有几艘改进型基洛系列柴油攻击潜艇。作者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黑海，俄罗斯拥有无可置疑的对北约进行有效打击的一切手段。不过，目前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是较低。黑海尽管是个内陆海，面积比不上其他的海洋，但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地区之间冲突的引爆点之一。俄罗斯如此重视乌克兰，甚至宁愿得罪美国和欧洲，被国际社会口诛笔伐，也要把克里米亚拿下来，就是因为黑海的缘故。即使乌克兰跟美国走得如此近，对俄罗斯也常有挑衅行为，但普京还是愿意给乌克兰台阶，说出俄乌是同宗同源的话。普京对乌克兰有耐心怀柔，那是看在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渊源上，对北约就没有那么好的耐性了。在今年6月末的时候，英国派军舰进入黑海，结果就被俄罗斯实弹驱逐，这也是冷战后的第一次俄罗斯实弹驱逐北约军舰。对北约来说，对手是可怕的，更致命的是猪队友的不靠谱。正如美专家在文中说到，乌克兰、罗马尼亚等并不能为北约做出什么有意义的军事贡献。乌克兰在脱离苏联自立门户后，就像是一个败家的二世祖，把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各种财富都给败得差不多了。乌克兰明明继承了苏联时代1/3多的军工产能，明明拥有了约2500枚战术核武器以及170多个核弹发射井，但却在美国的忽悠下放弃了核武器，由一个有核国家变成了无核国家，为了几亿美元和出售农作物的收入就自废武功。也能看出乌克兰实在是扶不起来。至于罗马尼亚、格鲁吉亚比乌克兰还不如呢。如果北约真的做好和俄罗斯开战的准备，那必须得有区域内国家的支持，但俄罗斯在黑海深耕已久，在战争初期就能对北约部队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北约要想在黑海取得胜利，除非美国出手正面和俄罗斯对上，但美国不可能会为了黑海把自己的国家拖入和另一个军事大国的战争中。面对着这样一个注定失败的结果，北约还会冒着沉没的风险去在黑海挑战俄罗斯的底线吗？据俄罗斯卫星退社6号报道称，法国侦察舰德普伊德洛梅号于7月5号进入日本海，俄罗斯东部军区目前高度戒备，密切关注其动向。据全球航运系统显示，法国洛梅号侦察舰于6月初抵达亚太，之后一直在中国东海与日本海等海域间徘徊。目前看来是准备长期驻留亚太地区。洛梅号曾数次在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部分地区对俄罗斯进行过侦察行为，所以俄罗斯对它并不陌生。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专家巴洛诺夫表示，洛梅号是法国目前最现代化和技术装备最齐全的侦察舰，侦察性能与情报收集性能异常强大，是目前世界顶尖的侦察舰之一。巴拉诺夫还向中国发出警告，他认为此次洛梅号不仅仅针对是俄罗斯，从其航线航向来看，同时还会针对中国。法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一定会按照北约议程行事，而北约一直将中国视为威胁其安全的挑战。而作为美国的盟友之一，法国军舰很可能会将收集到的数据共享给美国与日本。正是因为俄罗斯与这艘侦察舰交锋数次，非常了解其性能，所以洛梅号在中国东海周边之时，俄罗斯媒体对中国歼20发出了警告，让中国务必小心洛梅号，避免在飞行训练的时候被洛梅号侦察到大量的数据，或于在未来的关键时刻，歼20可能因此处于不利位置。感谢俄罗斯专家和媒体对中国的关心以及善意的警告，我相信人民解放军也深知洛梅号的厉害，一定会有所防范。相信解放军也有很多反制手段，毕竟中国海军的实力并不比法国差，可以对其进行电子干扰，甚至直接将其驱离，让其远离中国海域。
法国作为欧洲国家，在欧洲参与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围堵挑衅，近年来又频繁派遣舰船前往亚太地区，意图插手亚太事务和介入中国内政问题。但是其在态度上又犹豫不决，一方面又不想彻底得罪中国，一方面又想追随美国，奉劝法国能够早日收手。同时得罪中俄两个大国并不是明智之举，一味跟随美国只会被美国当成替罪羔羊，保持自己外交独立性，与中俄和平共处，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神舟12号飞船和中国空间站最近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世界各国也对中国航天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了祝贺和赞许。看到中国航天取得了辉煌成就，一心阻止围堵中国发展的美国自然是坐不住了。美国一直寻求与中国在各方面进行对抗，意图从各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中美间的大国博弈已经不仅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航天技术的高速发展，现在中美在太空领域也将迎来竞争。以美国媒体一贯的风格，不可能对中国航天成就只字不提。作为一向喜欢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媒体，又出来搞事情了。美国知名媒体《国防杂志》7月5号指出，中国不断增长的太空实力和野心，让美国感到惶恐不安。美国已经看到了中国发展反卫星武器的可能性，并指出中国已经为未来的太空战场进行了准备。国防杂志还提到中国的实践17号卫星，认为这颗卫星通过了几次奇怪的机动，获取了大量他国卫星的情报，并对卫星上机械臂大做文章，鼓吹中国将会使用机械臂破坏其他国家的卫星。其实这都是美国媒体的惯用伎俩，通过鼓吹中国航天给他国带来威胁，抹黑中国形象，来给中国航天继续发展制造障碍。一般美国诬陷他国做的事，美国自己都做过，比如说指责中国秘密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其实美国自己就在研制 X-37B 太空飞机，并且该项目已经接近完成。美国官方的说法是用于科研，实际上很多专家都认为，这种飞机可以在太空进行长时间的巡航，并可以携带核弹头，是一种难以防范的太空武器。X-37B 已经多次前往太空执行了秘密任务，而对于这些任务，美军没有透露出丝毫的信息。对于美国媒体大炒中国太空军备的言论，中国部分学者进行了反击。他们认为，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完全就是美国媒体和美国军方为抹黑中国而炒作出来的。其实，美国最近几年来的行动才是值得注意的。美军开展反卫星试验，成立太空部队，打造太空作战司令部等一系列行为，才是推动全球太空军事竞争的幕后黑手。有外国网友认为，美国不反省自己的做法，反而倒打一耙诬陷中国，实在是无耻至极。确实，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总是做一些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中国本着和平的态度进行太空探索的行为，却被美国指责，却对自身的太空军备视而不见。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确实可耻。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在国际上被称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所以他们一直都依靠着这些矿产资源来拉动本国的经济。中国这些年作为澳洲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也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推动作用。然而，在美国的挑拨下，澳大利亚俨然就变成了一个白眼狼，在吃中国饭的同时，还要砸中国的锅。他们企图在铁矿石问题上制约中国，通过不断抬高铁矿石价格，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还想紧紧地遏制中国发展的咽喉。但是让澳大利亚没想到的是，中国从来不吃威胁制裁这一套。就在中澳关系开始紧张的时候，中方早已经未雨绸缪，在非洲地区加大了铁矿布局。据澳媒报道称，澳洲矿企在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他们在非洲的铁矿项目频频出现掉链子的情况，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中企在非洲加大布局所致。澳媒抱怨称，中国企业在刚果、科麦隆和几内亚等地加强了铁矿布局，利用优惠的贷款政策和协助建设基础配套设施等条件，成功地拿下了许多矿产经营许可的权利。这就让此前在该地区进行布局的澳洲矿企失去了各国的支持，从而也失去了大量的合作合同。很显然，澳媒的说法是在指责中国企业抢了他们的生意，但是我们想说，这是中国凭本事赢来的，他们自己想利用铁矿石遏制中国，现在没想到的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软实力对付中国不行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居然还想对中国来硬的。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报道称，美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多达200枚的远程反舰导弹以及训练和支持设备。有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武器装备价值大约为9亿美元。而且到时候会被安装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 FA-18大黄蜂战斗机上。
对此，澳战略研究所的高级分析师戴维斯表示，澳大利亚军方想利用这些导弹来代替冷战时期的鱼叉导弹，从而增强澳军防御关键海盗的能力。随后，戴维斯还补充道，这是澳大利亚首次购买美国的远程反舰导弹，主要原因是看到中国的反舰导弹已经远远超出了鱼叉导弹的射程范围，所以为了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他们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毫无疑问，这就是澳大利亚在给自己加戏，他们想升级武器，还不忘扯上中国，用自己的小人之心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最后，我们想说，澳大利亚在遭到中方一系列制裁，却依然不知悔改地对中国发起挑衅。在铁矿石问题上，制约中国失败以后，还想购买美国导弹对付中国，也许这正中我国的下怀。毕竟，如果他们敢对我们发起军事挑衅，那解放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正好趁此机会将土澳打痛，让他们知道惹怒中国必定会落个头破血流的下场。